李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王宇。你怎么了？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，有点累的样子。别提了，我感觉我的周末好像被偷走了。被偷走了？这么严重？你的周末做什么了？是不是去参加什么很累的活动了？没有，我哪儿都没去，我整个周末都在家。哈？在家待着还会这么累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不是最喜欢在家的吗？是啊，我本来计划得很好，我想星期六睡到中午，下午看一部电影，晚上早点睡觉。星期天呢，就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非常放松。这个计划听起来确实很不错，很舒服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的电视剧，他说特别好看。星期六晚上，我想那我就看一集吧，就一集。哈哈，我猜到结果了，你肯定不止看了一集。是啊，那个电视剧太有意思了，我看了一集，又想看一集，然后我就看到了星期天早上。天哪，那你星期天不就一整天都在睡觉？对，我星期天下午才起床，头很痛，人也很累，然后随便吃了点东西，感觉周末就这么结束了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但就是觉得好累呀。我完全理解了，你这不是休息，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工作了一整个周末呀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哎，不说我了，李明，你的周末怎么样？你看起来精神很好。我的周末过得非常棒，跟你正好相反。我感觉我的周末充满了电。快说说你是怎么充电的？我的方式可能跟你不太一样，我喜欢把时间安排好，有一个计划，我觉得心里会很踏实。不愧是你，计划专家。说来听听，你上个周末的计划是什么？星期六早上天气很好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我们城市旁边的西山。去爬山了吗？哇，我好久没去爬山了。是啊，我们爬到山顶，空气特别好，风景也很美。早上爬山，感觉一整天都特别有精神。听起来就很健康。那下午呢？下午我回家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去了一个新的咖啡馆。那个咖啡馆很安静，我在那里看了一下午的书。哇，动静结合，上午运动，下午安静的看书，太完美了。你总是能把生活安排得这么好啊。这是一种习惯吧。我觉得周末的时间很宝贵，要好好利用。那星期天，我上午去超市买了很多菜。买菜？你要自己做饭吗？对，我星期天下午在家研究了一个新菜，是四川的麻婆豆腐。虽然是第一次做，味道还不错。我请了我的邻居来家里吃饭，他也很喜欢。天哪，李明，你还会做饭？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你的邻居真有口福。哈哈，只是喜欢尝试新东西。所以你看，我的周末很忙，但我做的都是我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觉得很放松，很满足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放松是去做喜欢的事情，而我的放松是什么都不做。不过我这次失败了，看电视剧看得比上班还累。所以说，休息的方式很重要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才能真的给身体和大脑放个假。说得对，那我下个周末一定不能再看电视剧了，我要好好的、真正的休息一下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为下个周末制定一个计划。计划？我吗？我不是你，我不太喜欢做很详细的计划，我觉得到时候再说比较适合我。哈哈，到时候再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，就是现在不决定，等时间到了再看情况决定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能我会真的睡一个懒觉，
也可能有朋友会突然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这种不确定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明白了，对你来说，周末的乐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惊喜。是的，你呢？你肯定已经把下个周末都安排好了吧？让我猜猜，是不是又要去爬山或者去图书馆？这次不爬山了，我计划好了，下个星期六我要去参加一个陶艺体验课。陶艺，就是用手做杯子、做碗的那个吗？听起来好有趣。是啊，我很想试试。我觉得用自己的手把一团泥土慢慢变成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盘子，这个过程一定很治愈。我同意，感觉会很专注，能忘记很多烦恼。那你星期天呢？星期天，我打算去市中心的博物馆。最近有一个关于中国古代书画的展览，我很有兴趣。哇，又是这么有文化的一天。立明，我发现你真的很会生活，你好像总能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做。确实，这些信息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。我觉得周末就像我们手机的充电站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们努力工作和学习，电量用得很快。到了周末，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把电充满。这个比喻太好了，周末是充电站，我完全同意。不过每个人的充电器不一样，你的充电器是运动、学习和体验新东西。那你的充电器是什么呢？我的充电器就是一张舒服的床，一部好看的电影，还有好吃的外卖。哈哈，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宅女。宅女这个词儿很有意思，你可以给一些正在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吗？什么是宅？好的呀，宅这个字，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房子、家，但是现在我们常常用它来形容一个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喜欢待在家里，不太喜欢出门参加社交活动。所以宅男就是喜欢在家的男生，宅女就是喜欢在家的女生。我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宅女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很现代、很流行的说法。谢谢你的解释，王宇。不客气。好了，不说遥远的周末了，我们还是看看眼前吧。新的一周又开始了。立明，这个星期你忙不忙？我想想啊，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公司有重要的会议，所以这2天会比较忙。星期四晚上我约了朋友一起打羽毛球，其他时间应该还好。你呢？我这个星期不忙，工作上的事情都很有条理。那很好啊，你可以轻松一点。不过，黎明，我有一个小问题。我学中文的时候，有时候觉得关于时间的词有点难。哦，你说说看，是哪方面？就是比如上个周末、这个周末、下个周末，还有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我的脑子有时候会转不过来，会说错，这正常吗？非常正常，我完全理解。很多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，别担心，这只是一个习惯的过程，多说多听，慢慢的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当然，你可以试试这样想啊，想象你的面前有一条时间线，过去的事情，比如昨天、上个星期，都在你的身后过去了。现在的事情，今天这个星期就在你脚下站着的地方。未来的事情呢，比如明天、下个星期，就在你的正前方，还没到。你把上、这、下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对应起来，是不是就清楚很多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简单多了。身后是上，脚下是这，前面是下，
哇，这个方法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李明。不客气，学习语言就是这样，找到一些小窍门就能解决大问题。那我这个星期就不想工作和学习了，我就用这些时间词来想想简单的事情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昨天晚饭吃了面条，我今天午饭想吃米饭和炒菜，我明天早饭打算喝一杯牛奶，吃一个鸡蛋。怎么样？我的句子对吗？完全正确，非常棒。你看，你已经用得很好了。太好啦，有进步的感觉，真开心。说到午饭，你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？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饺子馆，我想去尝尝，听说味道不错。饺子，我也喜欢吃饺子，那我中午也去吃饺子。好啊，那我们中午一起去。太好了，我们从周末怎么过得这么累，聊到了中午吃什么。感觉跟你聊完，我没那么累了，心情也好多了。哈哈，聊天也是一种很好的充电方式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非常简单，但是很实用的话题。是啊，我们聊了上个周末你做了什么，这个周末我有什么打算。我们还聊了这个星期忙不忙，也说到了怎么区分上、这、下这些表示时间的词，这些都是我们每天跟朋友、跟同事聊天时最常用的话题。没错，希望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也能大胆地开口，用这些简单的句子去问问你身边的朋友。比如，你可以问他，你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？或者你也可以问，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对话的方式。是啊，那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，你们呢？这个星期你忙不忙？你中午或者晚饭打算吃什么呢？你可以用简单的中文想一想，或者告诉你的中国朋友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。期待和大家下次再聊。拜拜。拜拜。